我嫁给顾萧然时，并不知他已有心上人。成婚后，他心上人李如烟服毒自尽。顾萧然逼我跪在他的灵前忏悔。那时我已有身孕，后来我失去孩子，他领着一位同李如烟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入府，我才知他设计假死为李如烟换了身份。我提出和离，顾萧然冷漠道：和离？你我是皇上赐婚，你想天下人看我的笑话？于是我假装堕马。再醒来，我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醒来后，痴痴呆呆地看着所有人，学着小时候的样子叫顾萧然，陈哥哥。他的眉头堆成小山，十分厌烦地叹了一口气。我以为我马上就能拿到休书，回将军府，可顾萧然却请来了太医院所有太医为我会诊。王妃先前流产，出小月没多久又堕马，身心俱损，得了失心疯，如今是12、3岁孩童的心智，无药可医。回禀宁王殿下，的确无药可医。顾萧然长袖一拂，桌上的茶杯茶壶碎了一地，太医们纷纷跪下。他冷厉的眼神朝众人一扫，眼神凶得像要杀人。一群废物！是谁带着王妃去马场骑马的？通通给本王杖责20！王爷息怒，下人们跪下哀求，顾萧然不为所动。我灵机一动，天真的看着他说：陈哥哥，这些哥哥姐姐、叔叔伯伯可是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责罚他们？婉清不喜欢你罚人，责罚他们会见血，我怕血。我小心翼翼地拽住他的衣袖，露出小狗一样乞怜的眼神，其实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了。我很想离开这座窒息的王府，却不想牵连无辜。顾萧然薄唇紧抿，半晌，他声音隐忍低沉道：都给本王滚出去。待所有人退下之后，他蓦地转过脸来，眼神犀利地注视着我，伸手掐住我的下巴。陆婉清，你是不是在装傻？我的确是在装傻。为了离开他，我已经用尽办法。一切皆起于去年秋显，我跟在太子后面，丛林之中射出一支冷箭。我跳马下去，替太子挡了一箭。皇后感恩于我，她做皇后10年才得此一子，太子便是她的命根。她问我要什么奖赏，我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。皇上说，你今年也17了，还未婚配，你说你看上哪家的公子，朕亲自指婚。我抿着嘴，悄悄瞟了一眼宁王顾萧然。顾萧然是皇上最小的弟弟，他的母亲出生卑微，不得先皇宠爱。小时候我们一同在太傅门下读书，我早已倾慕于他。皇上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顾萧然，心中了然。第2日，赐婚的圣旨便送到将军府，我满心雀跃，等待出嫁。未成想，洞房当晚，顾萧然醉醺醺地破门而入，没有半分怜惜地撕烂我的喜服。他将我压在身下，眼中淬着恨意，像一只蓄势待发的野兽。我有些害怕，双手抵在他胸前反抗。顾萧然的声音像从冬日湖面上打捞起来的冰块。怎么欲擒故纵？陆婉清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我在成全你，你怎么不愿意了？我隔着雾气注视他棱角分明的脸，滚烫的唇落下的一瞬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很快，我被顾萧然掠夺了呼吸，刺痛感蔓延，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温柔，像在惩罚我。结束后，我浑身像是被巨石碾过，无力地趴在床上。顾萧然坐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衣着整齐地站在床边，声音阴冷道：你要的我给你了，以后切莫再耍心眼。那时我根本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恨我。第2天才从嬷嬷口中得知，顾萧然有一位心上人。我们成亲的当天，他服毒自尽，昏迷不醒。顾萧然的心上人叫李如烟，他原本也是官眷。2年前，他父亲私吞军饷，男的流放，女的贬为奴籍，发卖到私教坊，身份地位太过悬殊，他们2人只能暗中来往。了解内情后，我顾不得礼教，新婚第2日便回了将军府。我哭着求母亲帮我去退婚，无论和离还是休妻，我都认。母亲抬手便给了我一记耳光。你父亲老了，体弱多病，已上不得战场。你弟弟年幼，前程未卜。这婚事也是你自己求来的，堂堂将军府嫡女，
才新婚1日，你便认输了吗？婉清，你父亲也年少轻狂过，为何最后只有我留在他身边？夫妻要想长久，靠的不是情爱，而是一个字，忍。忍到最后，你便是赢家。我能做到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也应当做到。母亲逼着我回到宁王府。2个月过去，顾萧然一直没有回来。听闻他已派人在全国寻找神医，想要救治李如烟。终于有一天，顾萧然回来了。他说李如烟不治身亡。霎时，我如一滩烂泥一样跪坐在地上。我真的以为自己间接害死了一条人命。顾萧然把我带到李如烟的灵位前。你要是真的知错，便跪在这里好好忏悔。我没让你起来，你不许起来。3天后，我便腹痛难忍，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只听见太医摇头叹息。王妃腹中的胎儿保不住了，还请殿下让王妃早些服下这碗药，排出残胎，便于以后怀孕。顾萧然用力地踹了2下门槛，听见屋内的动静，大步走进来。他冷漠地看着我，厌恶道：陆婉清，你真的太蠢了，自己有了身孕都不知道。我支起轻飘飘的身体，泪水决堤。都是我的错，你没有半点错吗？他冷冷一笑，婢女端着药走进来，小心说道：王妃，太医嘱咐，此药要趁热喝。我饮下药，腹痛如刀绞。很快，下面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来，我亲眼看着腹中骨肉化作一滩血水。我以为这段婚姻只剩一个忍字，直到顾萧然将一名与李如烟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带回来。顾萧然说她叫云烟，可我在书房见过李如烟的画像，她和画上的女子一模一样。这世上不可能有如此相似之人，除非她就是李如烟。安顿好那名女子，我第一次跟着顾萧然来到她的房间。她扭头盯着我，语气里充满了戏谑。怎么啦？吃醋了？她就是李如烟，对吗？顾萧然眉眼一凝，紧张地合上门。陆婉清，你不要胡说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设计她假死脱身，为她买了良籍，就是要纳她为妾，对吗？我每说一个字，就好像有人用锐物凿了一下我的心脏，一抽一抽的痛。顾萧然微微挑眉，是又如何？玉燕从头到尾所求只有留在我身边而已，不像你贪心虚荣的想要宁王妃之位。一时间，我觉得浑身寒凉刺骨，不禁冷笑。你觉得我是贪慕你的权位，才让陛下赐婚的吗？不然呢？顾萧然侧过脸来，不屑一顾地盯着我。我质问道：你不喜我，明明可以拒婚，你为什么不？李如烟没有死，你为什么要我跪在她灵前忏悔？顾萧然，那是我们的孩子。顾萧然黑眸中一片冰寒，言语讥讽道：拒婚？你想太多了。我是洗脚必生的孩子，能给我一个王位，封我一座宅邸，便已是皇兄仁慈，我有什么拒绝的权利？况且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，孩子的事你怎能怪我？我握紧拳头，瞪着他。早知如此，我便该将秋显之事如实告知陛下与娘娘，就没有这一摊子乌龙。顾萧然眼眸一凛，猛地朝我逼近，掐住我的脖子，低声道：我说了，那天的事不要再提。好，我可以为你保守秘密，但我要与你和离。顾萧然眼睛一眯，掐在我脖子上的手背青筋突起。他的声音阴森冰凉：陆婉清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我皆犯欺君之罪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别无选择。我喘不上来气，他的手蓦地一松，我身子脱力，瘫坐在地上，只听见他开门走远的声音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我想不通，自幼一同长大的顾萧然哥哥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是开国将军的嫡长女，从小与皇子公主们一同读书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心里从未接纳过我。只有顾萧然，他会把偷猎回来的小白兔塞进我怀里哄我高兴，会在公主们用笔画画我的脸时，在外面学狗叫，吓跑他们。他们走后，顾萧然便偷偷溜进来，给我一颗糖莲子，吃点甜的，就不会那么伤心了。下次他们再欺负你，你记得要反抗。可他们是皇孙贵胄，我只是……这和你的出身没关系。陆婉清，你要记住，一味的忍耐不是善良，是愚蠢。
我仰头迎上他的视线，深邃的双眸如幽潭一般视人，心止不住地砰砰乱跳。那时的顾萧然哥哥与现在判若两人，原来人可以说变就变。那天以后，我绞尽脑汁想同顾萧然和离。我父亲缠绵病榻，他已自顾不暇；母亲一门心思念着弟弟，必然不会管我。恰好云烟来求见，他一身素色衣衫，毕恭毕敬地行礼，起身时轻轻掀起衣袖，露出纤细手腕上一只碧绿通透的玉镯。我认得，玉镯是顾萧然亲生母亲唯一的遗物。他母亲生下顾萧然便离奇身亡，未得任何封号，生前用过的东西都一并下葬，像是刻意抹除他的痕迹一样。这只玉镯是顾萧然的奶娘偷偷藏起来的，顾萧然当作宝贝一样，如今戴在了云烟的手腕上，府中的人都要高看他一眼。我轻飘飘地将视线挪到我手中的画本上，约莫是我平淡的反应不在他意料之内。云烟走近几步，对我说：“这画本有什么好看的？王妃不如听听我的故事，肯定比这画本有趣。”我饶有意味地盯了他些许，递给身后婢女一个眼神，他们识趣地退下。云姑娘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云烟的眼眸亮了一瞬。我父亲曾是一品官员，我的出身并不比王妃低。那日先皇位立遗诏，骤然薨逝，皇城乱作一团，有人想趁乱谋害皇子。是我偷偷将宁王殿下藏在马车上，冒死将他带回府。我与王爷早已互生情愫，若说起来，是你抢了我的王妃之位。他的眼神充满了挑衅。我端起茶杯，轻轻地抿了一口茶，不以为意道：“哦，是吗？若真是两情相悦，为何陛下赐婚时，他没有为你拒婚？”他脸色顿时铁青。你说你出身不比我差，我父亲可是为先皇立下开国功勋的大将军，为人正直，受百姓爱戴。你父亲呢？贪赃枉法，私吞军饷，才让你落得如斯田地。你还觉得是我抢了你和顾萧然的姻缘吗？云烟有些恼怒，眼眶里泛起水花。怎么不是？若不是皇上施压，他绝对不会娶你这般无趣的女子。无趣？他是这样同你说我的。云烟面色微窘道：“自然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觉得，那这王妃之位便给你做吧。”我淡淡地睨了他一眼，转身将管家的钥匙和账簿交给了他。云烟怔愣地盯着我，我挑眉道：“你要的不就是这些吗？”他肯定没想过会如此轻松，接过钥匙和账簿，生怕我反悔似的，一路小跑出我的院子。我一松了一口气。这段日子，我已经将裴家的珠宝钗环都换成了现银藏在王府外一处隐蔽的地方，哪怕日后无家可回，我亦有银子傍身。宁王府的账簿和钥匙，于我来说只是枷锁，交出去也好。我不用日日操心繁琐之事，只需思考该如何脱身和离。怎料半夜，顾萧然闯入我的卧房，他将钥匙和账簿甩在桌上，染满怒意地眼望着我。陆婉清，你想做什么？顾萧然一步一步逼近，捏紧拳头，好似极力压制着怒。寒冷的杀气逼来，我和他一同倒在床上。顾萧然的双手撑在我身体两侧，他眼眸里簇着两团火苗，声音低哑道：“你把管家权交给云烟是何用意？闹了这么些天，还没闹够。”我双手抵在他胸前，顾萧然潮热的气息逼近，温度在我脸上疯长。可我的大脑和身体却像掉进冰湖那般寸寸结块。顾萧然没有半分要挪开的意思，他一只手擒住我，另一只手徘徊在我腰间，轻轻拉扯我的衣带。他墨黑的眼睛，浓密的压结，一寸一寸蛊惑着我的心。孩子的事是意外，若你想要孩子，本王可同你再生4、5个。只要你做到一件事，做好宁王妃，同玉燕和睦共处。他身份特殊，不便抛头露面，应酬府中事务。他眼中的戾气淡去，变得陌生柔和。恍惚间，我以为从前的顾萧然哥哥又回来了。直到他说最后一句，我的心渐渐沉到谷底。我何该做你的傀儡王妃吗？你只是想要一位名义上的妻子，替你应付皇家。只要他们满意你的婚事，无论你拿谁为妾，都不会阻拦。凑巧这个时候我撞上来。可为什么？顾萧然哥哥，
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正义又善良，还是说从前是我看走眼，暴力自私才是你真实的一面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没让自己哭出来。顾萧然眉心微蹙，有些怔愣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并掉眼眶里的雾气，继续道：5年前，太傅的书院起火，所有的皇子公主都有侍卫营救，只有我，裙摆被倒下来的案桌碾住，无法脱身。是你不顾生死地冲进火场，势必要救我。为什么？是我表错情了吗？我以为你对我是不同的。我直白地注视着他俊美的脸庞，眼眶几番涨潮。顾萧然轻蔑地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脸蓦然黑沉。只不过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同我讲话的人而已。他们嫌弃我是洗脚婢的孩子，又因着父皇不敢对我怎样，所以孤立我。只有你主动同我说话，还把唐莲子分给我。顾萧然平心静气的陈述，如同在我心头扎针，一个字是一针，细密的动眼和线头，痛得我快喘不过来气。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顾萧然坐直了身体，整理胸前凌乱的衣襟。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随后响起云烟婢女的声音：“王爷，姨娘心口痛，请您去瞧瞧。”他淡淡的睨了我一眼，抽身离开。房间死一般的沉寂，像肃静的审判室。我得到答案的一霎，身体仿佛从高处狠狠跌落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泪水失望而痛苦地往外涌动。也好，我终于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开。我亲笔写了一封陈情信，命陪嫁婢女杜鹃送去给皇后的贴身嬷嬷。在皇后眼里，我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我希望她助我和离。杜鹃出府没多久，我的院子里便多了许多守卫。快到午膳的时候，杜鹃回来了，被我母亲的人押回来。母亲当着我的面将信撕得粉碎，厌恶地看着我：“陆婉清，你怎么如此不识抬举？早知如此，当时在慈云寺，方丈劝我收养你，我就不该心软。你弟弟马上就要考科举，振兴陆家的重担全部压在他身上。身为姐姐，不想办法注意他，反而在这个时候添乱，闹着要和离。你看看世家大族，有哪位科举新贵的姐姐是弃妇？”我心脏一紧，绝望地看着他：“你从未把我当作女儿，我只是你的一枚求子灵符。若我真是你亲生的，你会舍得我待在这炼狱一般的王府？”母亲气得顿足：“我来不是同你说这些，我养了你10多年，没有亲情也有恩情。陆婉清，是你还恩的时候了。坐稳宁王妃的位子，你弟弟的仕途以后需要你注意。”门再次合上的一瞬，我听见房门从外面锁上的声音。母亲对顾萧然说：“是我教女无方，王爷放心，婉清日后不会再任性妄为，定会安守本分，做一位好王妃。”两人一边攀谈一边走远。我心如死灰，心中明了再也指望不上任何人。我本就是孤女，慈云寺的方丈见我可怜，施舍我饭菜。为了感谢他，我日日清扫寺庙门外的石阶。陆将军夫妇成婚多年无子，来庙里求签。方丈看完签文，游说他们先收养一个孩子，以后便会有自己的亲生子。恰好我从门外路过，他们将我带回家。第2年，陆夫人产下一名男婴。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慈爱，甚至我被困火场，也无人来救。我从小受人利用，除了方丈，只有顾萧然对我最好。如今连他也变了。为今之计，我只有自救。顾萧然命人锁了我的院子，换了一批下人。我不再提和离之事，希望他稍放戒心。他偶尔来看我，坐在我身边，刻意发出一些动静引我注意。我惘若未闻，甚至都懒得抬眼瞧他，兀自抱着怀中的兔子，轻轻抚摸它的绒毛。这只兔子是几年前顾萧然猎回来的，他送给了我，我一直悉心养着。偌大而肃静的王府，只有他陪伴我。顾萧然呆了一会儿，见我始终没有搭理他的意思，跺了跺脚，拂袖而去。第2天一早，我打开房门，便见到昨日还活蹦乱跳的白兔已被人扒去皮毛，血淋淋地躺在院中。一霎，我的心脏又紧又疼，浑身僵硬。顾萧然步履轻缓地靠近，声音比清晨的风还要刺骨：“心痛吗？陆婉清，
无视本王就需要付出代价。今日是这只兔子，若你执迷不悟，下一回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我仰头挥手，那一巴掌还未扇在他脸上，便被他反手一拽，我摔在地上，粗粝的石子摩擦手心，溢出浅浅的血迹。顾萧然眉眼似有松动，欲来扶我。滚！我冲他大声嘶吼，心脏像干涸的土地，一寸一寸裂开。顾萧然冷冷一笑，声音带着急怒：你凭什么让我滚？是你要嫁给我，要缠着我，你向皇上请求赐婚时，可有问过我愿不愿意？陆婉清，都是你自找的。我死死地咬着下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，一股子血腥味蔓延鼻息。顾萧然的脚步声渐远，我挖了个坑，埋了白兔，又偷偷给送饭的厨娘塞了些银子，让她帮我给云烟传字条。整个宁王府只有她能帮我。这日顾萧然不在府中，云烟踏进我的院子，她坐在我身旁，慢慢悠悠地说：姐姐，收到你的字条，我很意外。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入府这么久，王爷始终未曾碰过我，你可知是为何？不知。我也不知。王爷煞费苦心地帮我脱离奴籍，引我进府，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我已经死了，他甚至让姐姐跪在我灵前，害姐姐失去孩子。云烟目光悠悠地落在我平坦的小腹上。王爷明明爱我至深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他却不肯与我亲近。我想不明白是为何，不过这几日我突然明白了，应该是因为姐姐。最后几个字他咬得极重。男人嘛，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。他对姐姐有愧，而姐姐对他有情。云烟眼神幽怨地盯着我，他分明是在试探。我面无表情道：我不爱他。那便是恨。也不恨，爱和恨都要花费很多精力，他不值得。云烟表情微愣：你在字条上说的是真的？我以为你只是想引我来示威。是真的，我对顾萧然已经死心，你能否帮我离开？云烟答应了。皇上赏赐顾萧然一匹汗血宝马，他求顾萧然带他去猎场试马。那天早上，我们互换衣裳，我扮作云烟的样子登上马车。到了猎场，我不顾劝阻，一跃上马，朝马屁股上响亮地抽了一记鞭子，身下的坐骑昂起手来，发出一阵高亢的嘶鸣，随即扬起马蹄，朝前飞速狂奔。一片飞扬的尘土，我乘风而驰。顾萧然在身后大喊：云烟，你不会骑马，别乱来。可我不是云烟，自小长在将军府，我练过几年马术。顾萧然肯定意识到不对，他骑马来追。我不停地挥舞长鞭，让马匹加速，只要能跑出这个猎场，跑到后山，我便自由了。不料这马天生性野，还未被完全驯服。他高举着前蹄，用力嘶吼，我手未捏紧，摔了下来，浑身像散架了一样。顾萧然追来，他看清我脸的一瞬，满是诧异。马还未完全停下，他跑过来抱着我，露出了儿时才有的关切表情。婉清，你有没有事？我下意识地叫了他一声，陈哥哥，昏了过去。再醒来，我躺在宁王府自己的卧房内。我傻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顾萧然会容忍一位傻掉的妻子。他寻遍各地名医为我诊治，我本就是装傻，华佗在世也无力。顾萧然没有官职，他索性搬进了我的院子，日日亲自给我喂药。他拿出糖莲子的那刻，我知道他在试探我。顾萧然说：药苦，你素来爱吃这个。我的心很轻微地波动了一下，转瞬恢复平静。须臾，他白皙如玉的手捧起我的脸，替我抹去嘴角的糖渍。我茫然眨眼，顾萧然灼热的眼神顿在我脸上。屋内烛火摇曳，他的深眸沉了又沉，喉结上下滚动。晚风透过窗缝吹进来，我耳边碎发飞舞，轻微的痒意。我眯起眼，倏然，顾萧然俯身下来，轻轻地吻住了我的唇。起初是克制的，而后他呼吸越发滚烫，凶狠地碾压。我猛地向后一颤，想起新婚那夜，他如野兽一般猩红的眼。顾萧然按住我，不许我站起来。婉清，你在装傻。太医说你只有12、13岁的记忆，可你12、13岁时最喜我，怎么会拒绝我？你还在生气，对不对？气我让你没了孩子。我们现在就要个孩子，
好不好？自你堕马之后，我才知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我不能失去你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执意报仇。他越说，我越听不懂。什么报仇？报什么仇？顾萧然手按紧我的后脑，我动不了。他的吻有一下没一下地落在我唇上，须臾，手腕处一阵冰凉的触感。他将那只原本戴在云烟手腕上的玉镯套在我手上。我一脸错愕，又怕装傻的事情败露，一个字也不敢问。额头相抵，顾萧然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像在做什么慎重的妥协。婉清，我心悦你。顾萧然松手欲来解我的衣衫，我趁机用力一推，他摔倒在地。我假装受到惊吓，蜷缩至床角，捏紧领口，害怕又天真地问：顾萧然哥哥，你吓到婉清了？顾萧然站起来，嗤笑一声：婉清，你要演是吧？我陪你，直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。自那天起，顾萧然搬进了我房里，夜夜留宿。云烟坐不住了，他趁顾萧然不在，又来到我的院子，极不耐烦道：你到底什么时候走？他的目光落在我手腕处，眼神像毒针一样，恨不得将我刺穿。陆婉清，你该不会反悔了吧？我冷冽一笑：不会。你有办法帮我吗？我猜他今日不会空手而来，定是有所求。云烟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粉包，这里面是催情药，明日是我生辰，我要做顾萧然名正言顺的女人。你只需劝他来我的院子，到时要一声笑，你便可以从侧门逃出去。我已为你租了一辆马车，明日午时3刻会在门外等你。好。这一夜注定无眠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下起了暴雨，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屋檐，像我心跳一般凌乱。我说服了顾萧然去陪云烟。顾萧然哥哥放心，婉清会乖乖等你回来。顾萧然犹豫再三，最终点头应允，走时在我额头落下一吻。我在心里对他说：永别了，顾萧然。悦耳的丝竹声从隔壁一直飘到我的院子里，闪电伴随着惊雷划破天空。我换上了云烟预先给我的婢女衣裳，撑着右伞在暴雨中一路小跑。雨太大了，侧门没有人看守。我打开门栓的那一刻，呼吸都畅快了，迫不及待地上了马车。坐在车里，我浑身湿透，心却是热的。眼看就要出城，马车骤然停住，车厢剧烈的晃动，身后是男人的嘶吼：给我拦住他们！马夫一脸茫然。我掀开门帘，顾萧然骑着马在雨中狂奔，眼看就要追来了。我一脚踹下马夫，握住缰绳，掏出衣服内的匕首，割断了套车的麻绳，长鞭一挥，看门的士兵们挥着刀围了过来。顾萧然又是一声怒吼：不许伤害宁王妃！又是一记响亮的长鞭。我身下的马匹嘶鸣一声，朝前狂奔。顾萧然，这一次你真的追不上我了，我死也不会回去。然而，最怕就是然而，我这匹普通的马怎么跑得过顾萧然那匹汗血宝马？他将我拦下，站在马前，温声道：下来。我将头侧到一边，执拗道：除非我死，不然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顾萧然的目光暗了暗：婉清，你果然是在装傻。我没有搭话。雨一阵疏一阵密，我们的衣衫都湿透了。他染满血迹的手抬起来对我说：我们好好谈一谈，可以吗？我没有看他，握紧了缰绳，还想再逃。顾萧然又道：如果你听完我说的，真的不想再见我，我同意和离，绝不打扰你，说到做到，好吗？好，就在这儿谈。我不想被他带去别的地方，指了指旁边那棵大树。好，你先下来。我与顾萧然并肩立在树下，他注视着我，目中光华流动如星子闪耀。婉清，我喜欢你。我无动于衷。他继续强调：我真的特别喜欢你。我抽了抽嘴角，讥讽道：那云烟又算什么？过去对我的伤害又算什么？顾萧然举起他血淋淋的手，手心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，几乎能看见骨头。方才云烟给我下了催情药，他说要与我做一对真正的夫妻，可他靠过来时，我脑子里全是你。我推开他，拿刀划伤了自己，克制住药性。后来护院告诉我，你不见了，我的心痛得快要裂开了。婉清，
我真的只有你。我与云烟是恩情，我设计他假死，为他买良籍，为了报恩而已。过些日子，我便把他送走。跟我回去，好吗？是，我的确做了伤害你的事，因为我以为你是你父亲安插到我身边的棋子。我皱起眉头，眯眼瞧他，为何会如此以为？顾萧然哽了哽喉咙，他句句斟酌。3年前，我偶遇了从前与我生母一同在皇宫做事的嬷嬷，她告诉我，我的母亲是被你父亲杀死的，是我皇祖母下的命令。我母亲不肯就范，你父亲便用白绫将她活活勒死，对外宣称他自缢。就因为我母亲出身低微，他们便觉得耻辱。皇祖母已逝，父皇亦不在了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恨？一些画面在我脑中回旋，我恍然想起秋显那日，那支从旁边射过来的冷箭，不是射向太子，是射向草丛另一端的我父亲。那支箭，对，我本意是想杀他，可是你骤然冲出来，我射歪了方向。那日我扑过去救下太子，太子撞到头，昏了过去，我的手臂擦伤，转脸看见了远处的顾萧然，他急匆匆地走过来查探我的伤势。我问他，刚刚那箭是你射的？我看见旁边有只鹿，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？好，我知道若是我说出来，皇上定会对顾萧然起疑心。侍卫们匆匆赶来，我成了太子的救命恩人。而今恍然大悟，我开口道，从那天起，我父亲的身体便越发不济，是你。婉清，他既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无需知道太多。我盯着他，你以为我父亲起了疑心，故意让我嫁给你，好掣肘你？对，我努力的想让自己不爱你，可我办不到。顾萧然漆黑眼中雾气连连，他手上的伤口未止血，血一滴一滴砸向路面，一朵一朵血霉缓缓绽开。他痛得唇色苍白。我决绝道，可这些都不是你伤害我的理由。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害你，可为了泄愤，你还是折磨我，欺辱我。我不会原谅你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与我和离。顾萧然无可奈何地笑了，笑意却很凄然。我料到会是这个答案。他另一只手捏紧我的手腕，沉声道，可是婉清，我这一辈子谨小慎微，也只为你拼过命，我不会放手的。我的前半生，所有人都在放弃我，我绝不允许你再弃我而去。他的声音不高，语气冷淡，令我骨子里生出战栗感。既然挣扎不了，那便两败俱伤吧。我闭上眼，用力将手摔在树干上，手腕上的玉镯破碎，碎玉扎破了我们的肌肤，一时间分不清血是我的还是他的。我望着他漂亮的眼睛，冷冷道，顾萧然哥哥，你教过我的，一味的忍耐不是善良，是愚蠢。匕首陷入顾萧然的皮肉，他眼睛瞪得快要裂开了。我猜他从未料到我会对他起杀心。他蓄满泪水的眼睛绝望又苍凉。我看着他倒在地上，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毫不留恋地驾马离开。刺杀王爷是大罪，我必须快点走。我拿到了之前藏在王府外的银子，女扮男装，连夜出了城，跟着南下的商队，一路来到了一个叫做松山县的地方。我盘下一家面馆，隐姓埋名做了老板娘。每天关门前，我都会煮好一大锅面，等小乞丐们来吃。看见他们，我便想起我在慈云寺的那几年，衣衫褴褛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是我从前人生里为数不多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后来我去了将军府，双亲也曾把我当作掌上明珠，溺爱过1年，直到母亲怀孕，她嫌我在家里碍眼，便送我去太傅书院。本意并不是想我学有所成，书院里都是皇孙贵胄，他们都知道我的身世，嘲笑我是捡来的，不配与他们同桌学习。我的脸被他们画花，手臂被掐得浑身青紫。府里的嬷嬷心疼我，却也帮不了我，只能给我几颗糖莲子。小姐，吃点甜的，便没那么难过了。顾萧然同我一样被安排在最角落的座位，他从未欺负过我，甚至会帮我，确认他对我没有恶意。我与他分享糖莲子。岁月艰难，顾萧然曾是我人生里唯一的甜，可不知不觉，这份甜都变了味道。
我想着想着，小乞丐们已经吃完面，自觉地将碗筷放进水池。我站起身，夕阳倾斜，一道黑影将我笼罩。仰头的一瞬，一张憔悴的脸。婉清，好久不见，你越来越好看了。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，可他却变丑了，瘦骨嶙峋，一点也没有王爷的威风。我攥紧锅铲，以为他是来抓我的。顾萧然虚弱地说：“放心，我只是来将这个给你。我活不了多久了。”我想张口斥责他莫要再诓我，可他已扔下和离书，缓慢地消失在残阳里。没过几日，京城便传来消息，宁王病逝。我穿过人群，赶着去开铺子。连日来的阴雨逐渐放晴，天空露出淡淡的蓝色，洗净尘埃，宛如新生。顾萧然，此生寥寥，愿来世再不相见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